大家好，歡迎來到呆萌財頻道。今天我們來聊一個有趣的話題：女性比男性更擅長投資嗎？通常大家都認為男性天生更適合投資，他們敢於冒險，自信滿滿，交易果斷，像華爾街那些狼性交易員一樣。而女性呢，很多人可能會覺得她們太保守，太情緒化，不敢冒險，只能管管柴米油鹽。但是今天呢，我們要用數據狠狠打臉這個刻板印象。事實證明，在投資這件事情上，女性不僅不輸男性，還往往穩贏一籌。到底為什麼呢？我們一起來扒一扒富達投資的重磅研究。看完這期視頻呢，您就會發現，無論男女，學會女性投資法，您的錢包就會悄悄地鼓起來。2021年呢，全球財富巨頭富達投資 Fidelity 發布了一份重磅報告 Women and Investing Study。他們分析了超過520萬個自管零售投資賬戶，時間跨度長達10年，從2011年的1月到2020年的12月。結果呢，是非常令人震驚的。女性投資者的年均收益率比男性高大約 0.4%， 也就是40個基點。不要小看這 0.4% 哦，長期複利下，它會變成巨大的差距。舉個例子，假設你有50萬本金，投資標普500，年化回報率男性是 9.6%， 女性是 10%。30年後，男性在30年後的總回報是 782.14 萬元，女性是 872.47 萬元。女性賬戶會比男性多出大約 90.33 萬元，這可不是小數目。0.4% 的複利差距在30年後會放大到90萬，這在養老規劃中可能是決定生活質量的關鍵。更厲害的是，女性不只實現了正回報，還在市場波動的時候表現得更穩定。富達的研究明確指出，女性交易更少，持有時間更長，在市場大跌時更能保持紀律。他們不會頻繁追漲殺跌，而是像老朋友一樣耐心陪伴優質資產成長，這也是他們小幅領先的核心原因。看到這裡呢，您是不是已經開始懷疑男性更擅長投資的老觀念了？別急，我們還有更早更驚人的一篇論文。早在2001年呢，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2位教授 Brad Barber 和 Terence Oden 在經濟學季刊上就發表了一篇轟動華爾街的論文 Boys Will Be Boys, Gender Overconfidence and Common Stock Investment。 他們分析了超過 3.5 萬個家庭的折扣經濟賬戶數據，從1991年到1997年，發現呢，男性交易的頻率比女性高 45%， 單身男性的交易頻率更是比單身女性高 67%。為什麼呢？因為男性過度自信 overconfidence， 他們覺得自己選股眼光獨到，結果頻繁買賣，不僅支付了高額交易的手續費，還錯過了很多好機會。最終呢，交易讓男性的年化淨回報率比女性低了 0.94%。這份報告直接戳破了男性交易高手的神話，交易越多不一定賺得越多，反而可能虧得更多。女性那種少動多看的風格反而成了制勝法寶。即便是在發表25年後的今天，這篇論文依然是行為金融學和性別差異研究中被引用頻率最高的文獻之一，至今在谷歌學術上的引用接近了1萬次。這兩份研究呢，一個是10年520萬賬戶，一個是90年代 3.5 萬個家庭，時間跨度不同，樣本量巨大，卻得出了高度一致的結論，那就是女性在真實投資戰場上表現更優。那麼為什麼女性比男性更擅長投資呢？秘訣到底是什麼呢？專業研究通過大量數據分析，找到了女性天生擅長投資的3個核心原因。這些原因不僅解釋了為什麼女性回報更高，也給我們所有人提供了可複製的投資錦囊。第一個原因，女性更有可能擁有多元化的投資組合。
與男性相比呢，女性把大部分甚至全部資金投入基金的比例更高，基金經理會幫你分散到幾十上百家公司，風險自然大幅降低。簡單來說呢，女性不喜歡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是天然懂得別把身家壓在一隻股票上。第二個原因，女性往往持有風險較低的投資。研究顯示呢，女性投資高風險資產，比如小型公司的單一股票的可能性更低，因此在市場劇烈波動期間，女性遭遇 30% 或者以上大幅虧損的概率比男性降低了 50%。她們不是不敢冒險，而是更懂得保住本金才是第一要義，而這也正是巴菲特反覆強調的投資鐵律。第三個原因，女性呢更傾向於買入並持有。正如前面富達和 Barbara Odin 研究所提到的，女性交易頻率遠低於男性，她們更願意長期持有優質資產，不被短期市場的噪音所干擾。這也意味着省下了大量交易成本，也避免了高買低賣的情緒化錯誤。投資平台測算過，如果這種表現持續30年，女性投資者的平均資產組合價值會比男性高出 25%。這可不是理論，而是真實的數據。那麼中國市場有什麼不一樣呢？因為我們前面所說的主要是歐美市场，那麼在中國呢，富達国際也就是 Fidelity International 在2021年全球女性投資理財調研中呢，專門對比了中國與其他市場的差異，結果也是非常的有趣。在中国呢，女性是唯一一個存款比男性多的群體，女性平均存款比男性多 7%， 大約是 56.3 萬元比 52.6 万元。在中國呢， 60% 的女性認為自己是投資者，這一比例略高於男性的 58%， 而在全球其他市場呢，只有 33% 的女性這樣認為，遠低於男性的 41%。 中國女性是6個市場中投資自信心最強的群體之一。中國女性在家庭財務管理上也非常的主動， 73% 的中國女性會親自決定把錢存到哪裡，投到哪裡，這一比例高居6個市場首位，德國是 55%， 台灣 56%， 香港 56%， 英國 43%， 日本僅僅是 28%。在退休儲蓄方面呢，中國是唯一一個女性養老資金高於男性的市場，男性的養老儲蓄比女性低 5%， 只有 8% 的中國女性認為自己的退休金不足以維持理想的生活方式，而日本女性這一比例高達 53%。不過和全球趨勢一致的是，中國女性投資風格同樣偏向謹慎，她們更優先最小化損失，而不是追求高收益。所以呢，我們來總結一下這些差異吧。在全球的其他市场呢，女性投資參與度比較低，但是一旦參與，回報往往更高。在中國呢，女性參與度領先全球，退休準備更充分，卻依然保持謹慎保守的風格。這說明中國女性在財富掌控力上已經走在前列，但還有提升空間。如果能適度增加權益類資產配置，結合他們天生的紀律性和長期持有的習慣，未來表現會更加的亮眼。我們來看看這些數據帶給我們的啟示吧。不管您是男生還是女生，都能得到3個最實用的啟示。第一條，分散風險，也就是多投基金、ETF 或者組合，不要 all in 單一股票。第二條呢，減少交易頻次，別每天盯着 K 線，過度交易就是財富殺手。第三條呢，買入並持有，選好賽道，長期陪伴，複利才是真正的超級英雄。所以呢，女性朋友們呢，不要再觉得投資是男人的遊戲，你們天生就具備優勢，現在就開始行動吧。男性朋友們呢，也要學一學女性的冷靜和紀律，少點衝動交易，你的收益率也會悄悄的起飛。最後呢，我們想說的就是投資沒有性別，只有正確的方法。無論您現在賬戶是盈利還是虧損，從今天起呢，採用女性式投資策略，您都會成為更好的自己。祝大家投資順利，財富自由，請記得關注、點讚、收藏並轉發，也記得充電呀。我們下期再見，拜拜。